码女孩。最近有一档新推出的综艺节目叫《大有可为的我》，这是一档专门为胖女孩做的节目。节目里没有请又高又瘦的女明星，而是请来了一群胖女孩。她们当中有人是公司高管，有人是美妆博主，还有人是模特。这个节目很特别，他们把自信的胖女孩们集中在一起，是为了给一个只卖大码女装的服装品牌选代言人。节目里的胖女孩们都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，她们自信开朗，积极乐观。她们认为胖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，女孩有不同的美，不能被统一的标准束缚。很多人就是瘦不下来，他们就应该享受自己的身材，享受自己的人生。胖女孩也有爱美的权利。跟谁姓？在中国浙江有一对刚结婚3个月的年轻夫妻，因为孩子的姓名问题离婚了。原来他们在恋爱的时候就讨论过，如果以后孩子出生，女方想让孩子跟妈妈姓，而不是跟爸爸姓。但在孩子出生以后，男方的父母却不愿意孩子跟妈妈姓，因为按照传统，孩子应该跟爸爸姓。而女方家也非常坚持，他们说结婚前男方已经同意了孩子跟女方姓。按照法律规定，孩子可以跟爸爸姓，也可以跟妈妈姓，由父母自己自由决定。但他们的孩子跟谁姓还是没有决定，而夫妻俩的矛盾开始越来越多，关系也越来越差，最后只能离婚了。活到老，学到老。今年6月，家住上海的一位老人获得了中国美术学院的双学士学位，从中国画专业顺利毕业。老人名叫徐安林，1951年出生，今年已经70岁了。徐安林现在还记得自己上大学的第一天，他走进教室时，一群20多岁的年轻学生都以为他走错教室了，还有人以为他是哪位同学的家长。老师对全班同学说，你们不能叫她徐阿姨或者徐奶奶，因为你们都是我的学生，你们应该叫她徐姐。进入大学以后，繁重的学习带给他很大的压力。别的年轻学生每天练习3至4小时，他只能靠更勤奋的练习来弥补自己的不足。他永远是班上第一个到教室，最后一个离开的人。他从小就喜欢用铅笔画画。参加工作以后，忙碌的工作生活让他放下了画笔，但是这个爱好一直没变。退休后，在他58岁那年，他重新拿起了画笔。现在他终于顺利毕业了，家人们很支持他退休之后追寻梦想的做法。只要有想做的事，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。中国的宠物消费。中国的宠物拥有量和消费正在加速增长。中国城市的宠物主人们今年有望在宠物上花费2020亿元人民币，
约286亿美元，比去年增加19%。随着中国生育率的下降，越来越多人开始饲养宠物。中国现在拥有的宠物猫狗数量位居全球第一，在2018年首次超过美国，而这一年也是婴儿出生率急剧下降的一年。预计到2024年，中国将拥有2.48亿只宠物猫狗，远超过美国的1.72亿只。这凸显了中国宠物市场对全球宠物用品制造商的吸引力。数据显示，中国城市的宠物猫狗主人中，几乎有一半是90后，其中88%是女性。中国主要城市的宠物主人中，大约有一半是单身，其中90%的人说，他们认为宠物和孩子一样，都是一个家庭成员。